量子计算机跟传统计算机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理论基础是量子力学而不是电磁学，它存储信息的最小单位是量子比特。量子比特和电子比特所体现出来的区别，正是量子计算机和传统计算机最底层的区别。首先，我们偶尔会在新闻当中看到量子霸权的消息。那什么是量子霸权呢？从字面意义上看，它似乎是在宣称量子技术具有前所未有的霸主地位，它能解决传统计算机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量子技术的理论基础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的力学，它的运用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核磁共振、激光、半导体等等的，都涉及到量子力学。宏观物体的性质也是因为其微观结构导致的，所以量子力学覆盖的范围非常广。不过媒体提到的量子霸权背后的技术，一般是指量子计算机、量子通信和量子机密测量这三个。量子机密测量是利用量子力学原理进行的测量方式，比如卫星上的原子钟就是一种机密测量时间的工具。这项技术我会在后面讲时间的节目当中提到，便不在此做过多的描述了，并且它的热度远不及量子计算机和量子通信，所以本期节目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量子计算机和量子通信的基础原理。由于它们的技术难度非常大，只用一期节目讲得很深入是比较难的，所以我做这期节目的目的呢，是让大家对量子技术有个模模糊糊的感知，至少在日后听到此类科技新闻的时候不会特别的无感。第一个，量子计算机。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叫电子计算机，顾名思义呢，它是利用电子或电流来传递信息的，理论基础是电磁学。电子计算机存储信息的最小单位是比特，8个比特相当于1个字节，1024个字节相当于1 KB，1024 KB 相当于1兆，1024兆相当于1 G。粗放的理解呢，比特数量越多，计算机可存储的信息量越大。现在提升计算机性能的方法就是把芯片的晶体管数量越做越多，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可以承载更多的比特数量。量子计算机跟传统计算机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理论基础是量子力学而不是电磁学，它存储信息的最小单位是量子比特。量子比特和电子比特所体现出来的区别，正是量子计算机和传统计算机最底层的区别。首先搞明白量子的概念，量子是物理量的最小单位，比如光的最小物理量就是光量子，简称光子。量子计算机可以根据任务特性选取不同的量子。现在市面上既有潘建伟团队研发的光量子计算机9章，也有谷歌研发的超导量子计算机玄铃木。既然是量子比特，它就具有量子该有的特性，量子叠加态，这是电子比特不具备的特征，也是量子比特超越电子比特的核心奥义。一个电子比特只有0和1这两种状态，它要不表达为0的状态，要不表达为1的状态，一次只能表达其中一种状态。而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表示为0和1这两种状态的叠加，它可以既是0又同时是1，甚至还可以调整这两种状态的比例，比如 40% 的可能性是0和 60% 的可能性是1，或者 10% 的可能性是0和 90% 的可能性是1。一个量子比特所能承载的信息量是远远大于一个电子比特的，多个量子比特能排列组合出来的信息量是指数级大于多个电子比特能组合出的信息含量的。比如10个电子比特能表达的信息数量就是2的10次方，也就是1024个。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表示这1024个信息当中的其中一个。如果是10个量子比特呢，那它们可以同时表达为这1024个信息当中的每一个。10个量子比特比10个电子比特的信息容量大了2的10次方倍。n 个量子比特的信息量比 n 个电子比特的信息量大了2的 n 次方倍。这就是叠加的力量。在实际应用当中还会加上量子纠缠的特性，增加更多的信息载量。因此在算力上，量子计算机是远远超过传统计算机的，所以我们会在新闻当中听说超级计算机6亿年才能计算出来的结果，量子计算机9章200秒就解决了。量子计算机呢，并不是要完全替代传统计算机，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使用电子计算机其实就够了，
根本就不需要成本高昂的量子计算机，它更适合解决某些特殊的问题。比如潘建伟团队的光量子计算机9章，用于处理高斯玻色子取样的任务，它的取样速度比现阶段最强的超级计算机强100万亿倍。但这台机器还只能处理这一类问题，并不能处理别的通用的问题。它实现霸权的地方，并非能处理经典计算机做不到的事情，而是经典计算机也能做，只不过需要的运算时间非常的长，长到没办法做而已。量子计算机呢，在算力上是指数级碾压传统计算机的，把原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计算出来的特定的难题，以超级快的速度解决了，大大压缩了计算时间。现在的量子计算机的难点是在于制备量子比特的难度非常的大，它容易受到系统的扰动，让叠加态失效。如果成熟的量子计算机问世，它会严重威胁到现今的密码体系。所有密码都是数学编译的，有些密码足够的复杂，以至于凭借现在的计算机很难计算出来。量子计算如果成熟的话，会成为所有密码的噩梦，它可以破译所有的密码，当然除了量子密码。好了，现在我们来讲量子通信技术。量子通信一般指的是量子密码，比起现在的通信方式呢，量子通信更高级的地方是在于绝对保密。我们在通讯的时候不希望被他人窃听，我们的银行密码不希望被盗取，这些都是需要加密的。现在所有的加密方式都是建立在数学算法上的。比如你想给你的恋人发一个单词 love， 但是你不想被别人看到，就加了个密码，让所有字母都后移一位，变成 MPWF， 那么 love 就是明文， MPWF 就是密文，所有字母后移一位呢就是密钥。对方收到密文以后，使用密钥就能破解你原来的意思。现阶段再复杂的加密方式，本质上跟上面这个例子都是一样的，都是用数学的方式编译的，是可以通过计算解开的，只不过复杂的密码需要的运算量很大，很难解开而已。如果量子计算机一出来，现在的通信方式就很可能不安全了。所以对付量子计算机破译的方式就是发明量子通信。它的加密方式不是建立在数学算法上的，而是建立在量子力学上的。理论上它几乎不可破译，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安全的问题。量子通信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其实量子通信更应该叫做量子密钥分配，它起作用的部分并不是传输信息，而是分配密码。也就是说，你们的信息被加密以后呢，还是通过正常的通信手段来完成，比如用日常的社交软件来发送，而加密和解密的密钥却是通过量子通信来分发的。至于这个密钥为什么是绝对安全的，这就涉及到量子力学当中的量子纠缠原理和不可克隆的原理。那到底什么是量子纠缠呢？我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完全不理解量子纠缠到底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存在两个粒子，这两个粒子呢，无论相距多么遥远，都能发生某种超远距离的作用。我只要测量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就能马上知道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即便一个粒子在地球，另一个粒子远在月球，它们之间的纠缠也是存在的。但为什么它们能发生纠缠呢？量子纠缠的两个粒子并不是传递了某种信息，也没有发生什么相互作用，而是一种关系。比如现在有一个个头比较大的粒子，它的自旋是0。这个大粒子因为某种原因分裂成了两个小的粒子，这两个小粒子就很像孪生兄弟一样，虽然分裂了出来，但永远不能磨灭他们同根同源的出身。他们两个的自旋加起来永远都是0，就算他们向相反的方向远离彼此，走得再遥远，只要去测量其中一个粒子的自旋，就能立马推测出另一个粒子的自旋了。如果测量出一个粒子的自旋是1/2，那么另一个粒子的自旋必定是-1/2。这种关系就很像一对母女关系，即便相隔天涯海角，女儿生孩子了，母亲就自动升级成了外婆的身份，这就是纠缠态。当然这只是一种便于理解的比喻，实际上在测量前，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两个粒子各自的自旋状态，它们是不确定性的，只有在测量以后才知道确切哪个粒子是上旋，哪个粒子是下旋。如果一对粒子处于纠缠态，当其中一个粒子的纠缠态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另一个也会随即发生变化，这种感应速度是相当惊人的。那什么又是量子不可克隆原理呢？指的是任意量子态是无法被完全复制的，因为复制的前提是测量，而测量就会改变量子的状态。两个纠缠的粒子一旦被测量以后呢，就再也无法克隆出它们原来的状态了。我简单讲一下量子通信的大致过程。如果我要发一条量子加密信息给你，就需要用量子通信分配的密钥把信息加密成密文，把密文用电子设备发送给你以后呢，你再用量子通信分配的密钥解密。要实现这个密钥分配的过程，就需要制备一些处于纠缠关系的光子，一些光子留在我这里，另一些光子传给你。在测量前呢，我们都不知道它们的状态，但只要通过特定的方法测量我们手中的光子，光子一经测量就会随机坍缩成某一状态。又因为这两个量子是纠缠的，此时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彼此匹配的密钥。这个密钥能保证绝对随机的，只能使用一次就报废，是不可克隆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三方窃听者，想要破译这个密码，他偷拦截传输当中的光子，然后测量这个光子的状态以获取密钥，但是他只要一测量，光子就会发生坍缩，他就没有办法再复制同样的光子给你了，只能做一个假的。你如果收到一个假的光子，测量出来的数据就跟我设定的密码不一样了，我们一核对，窃听者的手脚马上就会被暴露，我们察觉到有人窃听以后呢，就可以马上换一个信道传输了。量子通信彻底解决了通信安全的问题，就连量子计算机都没有办法破译量子密码，除非哪一天量子力学被全盘推翻。这项技术的难点在于制备纠缠的光子的门槛很高，并且它很容易受到环境的扰动，难以远距离传输。潘建伟教授带领的团队掌握了现阶段最先进的量子通信技术，不过现阶段技术还在萌芽的阶段，离商用还有一段距离，是值得期待的未来技术。